大家好，我是戴眼镜拿着话筒的拉萨偏偏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由白敬亭和赵今麦主演的时间循环类悬疑剧《开端》。对于悬疑剧，解说碍于时长关系，很难把每一个细节都说得很详细，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去看看原剧。上回我们说到，女大学生小晴和游戏架故事小白遭遇公交车事故，死亡后竟然回到了公交车上，就此陷入了死去活来的循环。二人好不容易引导司机避开了车祸，公交车却还是爆炸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车上竟然被人安装了炸弹。小白和小晴组成反诈组合，研究终止循环和阻止爆炸的方法。他们经历了12次循环，不仅确定了事故和爆炸发生的时间地点，还总结出了一套规律。自从小白加入循环以后，两人必须都失去意识，才会启动新一轮循环，而且每次循环的开始时间都会比上一次早1分钟。期间，他们曾成功逃离过公交车，却还是会在不久后被拉回去。也尝试过向警方求助，却因为行为可疑，他就会手动引爆炸弹。想要阻止悲剧的发生，只有抓住炸弹魔。随着二人分别陷入沉睡，第13次循环开启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尽快进入第13次循环，小白一边躲避警察搜寻，一边吃着褪黑素加高浓度白酒，终于在老张抓着进警局的路上进入了睡眠。而小白在醒来之前，看到了数不清的公交车模型在回转收的台上旋转着，这到底是破解循环的线索，还是单纯的噩梦？咱们暂时也不得而知。醒来后的小晴深陷在害死警察的负罪感中，决定通过细心观察、大胆求证，找到实质性的证据以后再向警方求助，以免警察们白白牺牲。炸弹威力巨大，尺寸肯定不小，小晴打算从乘客们携带的箱包入手，逐一排查。正在这时，公交车驶入沿江东路站，捂得严严实实的老怪抱着黑色背包上车了。他和前12次循环里一样，坐到了公交车最后一排的角落里。小白和小晴对视一眼，那就从你开始吧。两人假扮成吵架的情侣，小晴假装要和小白保持距离，径直坐到了老怪身边，小白紧随其后。本该是吵架推推搡搡的时候，一把抢走老怪的背包，检查里面到底是啥。但担心两人一闹，司机会放慢车速，又碰上了十字路口的车祸，因此耽误了动手的良机。随着一道白光闪过，第14次循环开始了。小白见老怪上车后一直在用手机拍照，便诬陷老怪偷拍他的女朋友小晴，再一次上去拉扯。奈何小白手无缚鸡之力，竟然被老怪挣脱了。果然白敬亭翻译过来就是不举铁啊。听他们这一闹腾，司机果然减速停在了十字路口，眼看着这事故就要发生，反诈组合找打配合，小白和老怪拉扯，小晴引导司机避开此处有可能会发生的车祸。公交车顺利开上了跨江大桥。正在这时，老怪突然痛哭倒地，显然是哮喘病犯了。司机见状赶紧靠边停车，号称啥药都有的药师，毕竟也不是药神，哮喘喷雾他还真没有。反诈组合正好借找药的名义试图打开老怪的背包，可即便发病了，老怪还是死死抱着背包不放。随着反诈组合苏醒，第15次循环开始。上次爆炸前，他们没听到卡通铃声，显然是炸弹魔手动引爆了炸弹。爆炸前，老怪刚好将手伸进了包里，没准他就是炸弹魔。二人商议决定在沿江东路拦住老怪，小晴挡住车门，小白趁机从身后偷袭，以有心算无心，总算将他拿下。包里到底是不是炸弹？咱们现在揭晓答案。你快点！万万没想到，包里居然是只猫，鬼鬼祟祟，只是因为宠物不能上公交，一直戴着口罩是因为患有哮喘，刚才伸手进包里估计也是找哮喘喷雾。于是反诈组合正好帮老怪找猫。喵喵喵喵喵那个。猫找到了，误会也解除了。远处传来一声巨响，公交车也又炸了。看来老怪并不是炸弹魔，不是马后炮。悬疑推理剧看多的人都知道，第一个怀疑对象，小白不禁抱怨道：光排查一个人就用了3次循环，效率未免也太低了。小晴却突然灵机一动，老怪被拉下了车，那他会不会也进入循环呢？小白闻言脸色一变，一会儿说老怪根本不曾上车，一会儿又是老怪上车后没睡着，总之一个劲找理由，想把老怪排除在团队之外。经过几次循环之后，明显感觉变强了。你看我刚才拿捏的是不是手到擒来？小白这种心态呢，想必大家都懂，不管你们懂不懂，反正看小晴的表情，他好像是懂了。反诈组合转而去了餐厅，一边收集线索，一边胡吃海喝，这就是循环的妙用。在这个循环里花的钱、长的肉都不会影响到下个循环，可以甩开腮帮子，大快朵颐。小白刷着门户网站，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他们获得信息的途径太少了，除了新闻之外，他们也没有任何渠道能了解爆炸案的最新进展。想要得到信息，还得靠警方，所以万一再被警方抓住，务必要多透露点线索，比如乘客名单、个人信息什么的。如果乘客是有精神病或者犯罪前科，可以优先排查他。毕竟循环筛查终究有些冒险，说不准哪次循环突然就停了，他们也会被炸死。
所以小白突发奇想，前几次他俩都是被迫进入循环，如果他们能保证不死，轮流睡觉，没准能在这个循环撑下去，一直熬到警方破案。那等下一个循环，他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把凶手的线索交给警方。除此之外，小白总结出了循环的新规律：当2人中只有1个人睡着，那人就会进入待机状态，陷入梦境当中。正如他进入第13次循环前梦到的公交车旋转寿司画面，直到另一个人也睡着，才能开启新的循环。他俩这边打得火热，老怪可就难受了。他把猫送到了救助站，正好看到自己乘坐的公交爆炸的消息，就来到事故现场，看到公交车的废墟，不免心有余悸。联想起反诈组合怪异的举动，老怪的心里疑窦丛生。另一边，警方的调查正紧锣密鼓地展开。由于微报科在公交残骸里发现了爆炸物残留，因此本次事件被定性为人为制造的爆炸案。市局紧急成立专案组，由局长亲自担任组长，杜局主持具体工作。为了避免一些恐慌，警方会对外封锁消息。由于公交监控被炸毁，无法恢复数据，调查工作分为2个方向：第一，查询遇难乘客的社会关系，调查寻仇的可能；第二，逐一排查沿途上车的乘客，找出炸弹魔。随着夜幕降临，一直在关注事故消息的小白突然打了个激灵，因为本该死亡的花衬衫突然出现在了视频里。原来花衬衫是一名主播，今天为了宣传低碳出行才乘坐公交车，没想到遇上了事故，难怪他一直在偷拍，感情是职业习惯。粉丝们自发来到事故地点，送花衬衫最后一程，同行们也赶来蹭流量，吃人血馒头。而反诈组合为了了解乘客信息，也来到了事故现场，刚好碰见老怪，对方以报警为要挟，带着反诈组合来到了他的秘密基地。正如大家所见，老怪是一位2次元猫奴。小青问老怪有哮喘，为啥还养猫？老怪回答道，这里是他的秘密基地，每天下班以后，他都会先来这儿喂猫撸猫，过完了瘾再回家，不会诱发哮喘。说到这里，老怪突然愣住了，你怎么会知道我有哮喘呢？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小青只好把循环的事向老怪和盘托出。小青已经习惯被人当成精神病了，没想到老怪不光全盘接受，甚至顺势提出了疑问：8月才是循环高发期，可这才是5月。不是，可是为什么是8月呢？倒过来不就是无穷了吗？提到8月和循环的关系，真正的老2次元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凉宫春日的忧郁，漫无止境的8月。小说《凉宫春日的暴走》中，主角凉宫春日对暑假也未了心愿，导致世界进入循环，从8月17日到8月31日，这15天反复循环了15532次，约等于595年。09版动画为了直观呈现漫无止境的8月，干脆播出了几乎完全一样的8集，剧情没啥差别，但从分镜到背景音乐都完全不同。制作组冒着得罪观众的风险，把玩梗玩到了极致，一度成为业界传说。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。咱们回归剧情，老怪对循环充满了兴趣，对往后的生活更是满怀期待。以后他们白天学习工作，晚上战斗，就像屁舞一样。但现在不是讨论游戏的时候，既然老怪这么人畜无害，那炸弹魔只能在剩下的乘客里。趁着小白给老怪复盘的机会，我们也来重新认识一下公交车上的乘客们。坐在前排的大哥北和花衬衫，2人没带香包，为人也很热情，可以排除嫌疑。花衬衫后面是一个大爷，根据小青的观察，大爷的编织袋里装的应该是西瓜。再往后是一位愁眉苦脸的阿姨，我们可以叫她灭绝师太。她脚下放着红袋子，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。在她对面坐着钥匙，挎包里都是药。钥匙后面的男人就很可疑了，此人带着一个很大的行李箱，咱们就叫他西叔吧。老怪提出，无论是去火车站还是机场，都有直达的班车。他如果是带着行李箱出门旅游，为什么要乘坐必须换乘的45路公交呢？复盘到此戛然而止，主要是老怪他妈推他回家吃饭了。和心爱的猫猫告别后，老怪有些黯然神伤。他突然想到，在他死亡的那些循环里，这些猫被关在秘密基地的笼子里，无人喂养，最后的下场可想而知。而在他要离开房间之时，猫咪们仿佛也感应到了什么，一反常态的对着主人集体撒娇。出来之后，老怪答应反诈组合，无论他有没有进入循环，只要小白他们叫出他的名字，他就一定会施以援手。猫之使徒，哮喘征服者，被光选中的人。第一，你是之前就有这种症状，还是今天才有的？老怪的快乐和洒脱并没有维持太久，因为他刚回到家里就被衣服上的猫毛出卖了。从小爸妈就反对他养猫，他养一只，爸妈扔一只。倒不是不理解他对猫的热爱，主要是他有哮喘，爸妈只能替他忍痛割爱。但老怪不能理解，他的哮喘基本稳定了，凭什么还不让他养猫？放在平时，老怪也就忍了，但今天不同，他从爆炸中死里逃生，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，便和爸妈大吵了一架。从小到大，由于爸妈的过度保护，老怪只能整天戴着帽子口罩出门，这让他连个朋友都交不到，只能寄情于2次元。
老怪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，将自己对猫咪和二次元的热爱，还有意外结识反差组合的事，全都写进了日记里。正经人谁写日记？是啊，不管老怪是不是正经人，但写的的确都是心里话。与其说是日记，不如说是他留给爸妈的遗书，希望他们能从这封遗书里认识一个全新的儿子。没过多久，老怪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让他来公安局配合调查。专案组筛查监控，终于查到了他的头上。那么他会向警方透露循环的秘密吗？别说，这个老怪还真挺靠得住。之前小白和小晴强行翻包，发现里面是猫咪以后，曾经编过一个谎，二人自称是一对情侣，看到老怪的背包和小白前几天丢失的包很像，所以才把他拦住。于是老怪面对警方也是这套说辞，没有透露循环的事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小白带着小晴住进了一家电竞酒店，紫红色的氛围灯烘托着暧昧的气氛，唯一的大床似乎在世界中心呼唤爱。小白和小晴这对血气方刚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又刚好经历过生生死死，很难不擦出火花。然后两人就打开了电脑，就着泡面高强度网上冲浪，搜集有关公交爆炸的信息。他们在警情通报里查到了公交司机的名字，这位王师傅连续4年无事故，乐于助人，拾金不昧。小晴经常坐415路公交车，往返于学校和市中心，和王师傅早就混熟了，知道他是个热心肠的好人。大家可能也发现了，当然每次复盘寻找炸弹魔的时候，似乎都忽略了司机这个人。但是疑点，小白打开了花衬衫发出的最后一条视频，希望他在不经意间拍到了什么线索。在热心网友弹幕的指点下，小白发现花衬衫身后的大爷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神秘笑容。正在这时，小晴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让他和一起下车的小白来公安局配合调查。当他们赶到警局，对老怪的问询也接近了尾声。原本老怪的回答滴水不漏，直到他听说小白和小晴也来了，才终于露出破绽。他们俩来了。是啊，老张一眼就看出老怪和他们的关系没那么简单。考虑到老怪压根没上车，老张决定将攻坚重心转向小白和小晴。小晴自然也是那套怀疑小白的背包被老怪偷了的说辞，但老张却还是发现了漏洞。比如，为什么不等老怪上车以后再检查他的包是不是自己被偷的那个？以及，既然包都丢了几天了，就算里面有自己的东西，也应该早就拿出来了，为什么还要强行打个包检查？然而，终究没有确实的证据，无法确认小青的嫌疑。另一边，接受没头脑问询的小白，明显压力又小了很多，不光对答如流，还甚至把嫌疑转移给了车上的乘客，说有个大爷扛着袋子，还有个大叔提着行李箱，都挺可疑的。殊不知自己的这番话才让警方觉得可疑。正常人谁坐过公交会记得这么清楚，而且专挑带行李的乘客记，就好像知道有人会携带炸弹一样。警方查到扛袋子的大爷是宁夏临水市人，姓马，2006年肇事逃逸，致人死亡，外逃4年后才被捕。直到17年，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，才被提前释放。现在在临水市务农种瓜。前妻和马大爷离婚以后，跟儿子小马一起住在了案发地嘉陵市。爆炸案死者的家属们已经来到了警局会客厅，里面哭得此起彼伏，马大爷的老婆孩子也在其中，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出太多的悲伤。老张决定和死者家属聊聊，先放小晴单独离开，同时监听他的手机，密切关注接下来的动向。至于小白和老怪，他想多扣一会儿。警察的直觉告诉老张，这3个的关系不一般，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秘密。老张从小马口中得知，马大爷当年肇事逃逸，一走了之，母子俩不但要遭受舆论谴责，肇事受害者家属的赔偿金也都是小马和母亲在偿还。后来马大爷落网，小马干脆和他断绝了父子关系，甚至没去探过监。马大爷出狱以后，几次提出来嘉陵市看他，都被他拒绝了。会不会是当年的受害者家属为了向马大爷寻仇，才引爆了公交车呢？带着这个疑问，咱们接着往下看。另一边，小晴并没有独自离开，而是借口等男朋友小白伺机搜集爆炸案信息。他在一旁偷听小马和马婶的谈话，听到马大爷身上背着命案，心里不禁加深了对他的怀疑。小晴趁小马落单上前搭讪，却发现小马好像十分懊恼，嘴里还念念有词，说是他害死了马大爷。这里头又有什么隐情，咱们暂且按下不表。因为正在这时，老怪他妈带着日记突然闯进了审讯室，就是老怪就是一顿臭骂。原来他偷看了儿子的日记，里头又是修成心脏塔塔开，又是拯救世界阻止爆炸，还以为宝贝儿子让人骗了，要去参加恐怖袭击。你说说你怎么那么能做呀你？好了，这么多年，你尊重他吗？我们有尊重过他吗？原来老怪的爸爸一直知道他在外面租房子，也认可他在旁人看来很怪异的爱好。老怪一直觉得爸妈不理解他，可他又可曾试着去理解爸妈呢？这对父子间的隔阂就此消融，终于拥抱在了一起。言着无心，听着有意，老张一听，啥？
爆炸。赶紧翻了翻老怪的日记，顿时脸色大变，当即下令把刚放走的小晴也抓回来，和小白关进不同的审讯室。面对警方的审讯，他们仨再次搬出了循环的事。男女主的回答已经越来越熟练，甚至有一丝丝不耐烦。第一次醒过来，刚睁眼就炸；第二次醒过来，我以为是个马。你们本身以为今天的爆炸是车祸产生的，但在晚上会发现车上炸弹，是不是？我要是没进入循环，我能知道这些吗？而老怪则催促警方赶紧把案件信息整合好后交给他，他好去替警察拯救世界。这次警方的态度也非常明确，准备要剪。随着小白和小晴分别陷入昏睡，第16次循环开始了。经过上次循环，反诈小组得到的唯一线索就是马大爷曾经杀过人，那就从他开始查起。编织袋里看着虽然是吸管，但保不准炸弹就藏在其中。小白自告奋勇，打算先去探探路。刚走到马大爷身边，对方就把编织袋往里收了收，好像生怕被别人踩到。公交到达沿江东路站，老怪抱着背包登上公交，但他似乎并不认识小白和小晴，显然没有进入循环。有可能是因为在小白和小晴开始循环时，总是在车上醒来，可当时老怪并没有上车。当然了，只要二人报出暗号，老怪肯定秒归队。可一方面时间紧迫，另一方面暗号太羞耻了，小白只好忍痛放弃队友。啥？你们暗号是啥？卢，猫之使徒，哮喘征服。小白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假装小情侣吵架，趁乱哈哈两脚踩烂了马大爷的瓜。大家都知道，毁了人家的瓜那可不是小事。马大爷气得一把将小白推倒在地，热心乘客们强势围观，对这两人指指点点。可马大爷的反应更是令人吃惊，明明是小白先招惹他，还踩坏了瓜，他反而举手报告，连连道歉，一点都不像背负人们的狠人。抱着被踩烂的吸管，伤心之情溢于言表。小晴见状，决定趁热打铁，跟马大爷套起了近乎。上次循环时，小晴看到了小马的工牌，记住了他的名字和就职公司，谎称自己是小马的同事，果然打开了马大爷的话匣子。亲戚告诉马大爷，小马前些天发了条朋友圈，说是想吃他种的西瓜，但工作太忙，没空回老家。马大爷一听，赶紧摘了最大的瓜，来到儿子工作的嘉陵市，想借机见儿子一面。难怪小马得知父亲的死讯会那么懊恼，要不是他说想吃瓜，马大爷也不会坐上这辆夺命公交。小晴和马大爷越来越投机，听说小马总在同事面前夸他，还想回老家过年，马大爷那叫一个高兴，干脆把踩破的西瓜分给了车上的乘客。虽然这个西瓜破了，但是这个瓤是干净的。这句话其实一语双关，虽然马大爷曾经意外伤人，但他依然是个内心良善之人。什么叫好编剧？什么叫好台词？大家可以把妙啊打在屏幕上。45路公交车上迎来了难得的温馨时光，可随着公交车开上跨江大桥，循环进入到第17次，排除了花衬衫、大胳膊、老怪和马大爷，剩下的就只有带着行李箱的西叔和拿红色塑料袋的灭绝师太。他俩在同一站港务新村站上车。在先前的16次循环里，无论发生什么样的骚乱，他俩都好像漠不关心。刚刚马大爷分西瓜，乘客里也就他俩没吃。这回轮到小青出马了，他凑到了灭绝师太背后，假装自己来姨妈了，向他借卫生巾，趁机拨开了塑料袋，没想到袋子里是一个高压锅。不过看灭绝师太一脸淡定，两人决定暂时排除他的嫌疑，又担心又难过，只能笨拙地将小晴抱在怀里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别害怕，没事了。等小晴恢复了心情，小白提出在下一站下车，先把心态调整好，要是再像上次那样死一次，恐怕俩人就都要死出创伤后应激障碍了。可公交到站以后过，以免上次循环的悲剧重演。无紧无波的眼中终于流露出疑惑和遗憾，他想不通为什么这两个人知道他的高压锅里有炸弹，还知道他随身带着匕首，而乘客们看小白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只怪物，生怕小白杀红了眼把他们也干掉。小白扔掉匕首，不由分说的拉着小晴逃离了这片是非之地。万万没想到